大军，大军，莫愁，布谷喜欢你，只要你想要的，布谷都可以给你。别过来！大军，你不能这样！我是你亲封的乐师，宫里面有规矩，这个宫里面任何女人你都可以宠幸，唯独不能宠幸我。笑话！你竟然跟我讲宫廷礼节，有人敢定这个礼，布谷就敢废了这个礼。不要！不要！布谷就不信这个邪。大军，不好了，大军！出什么事了？刚刚几道响雷，把芸娘娘寝宫的梁柱给劈断了。什么？大军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莫愁乐师见到王后娘娘，为何不行礼？莫愁拜见王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王后娘娘。本宫今日召你前来，是想看你的礼仪练习的如何了。只可惜刚刚那一叩首已经出了不少的问题，想必是太久没有本宫督促，已经忘得差不多了。秋洛，你再教一下乐师如何才能行好跪拜之礼。喂。叩首需要这么久吗？莫愁乐师，这叩首礼是后宫最常用的，叩首时间越长，表示对人越尊敬。可是如此叩首，连被拜之人都看不到，又何来尊敬啊？上次教你的走路之姿可还记得？走几步我看看。不要走那么快，还是不对，再来。眼睛平视，再稳一些，再稳一些，再来。无法无天。
拜见母后。还不给哀家跪下！如此顽劣的个性，如何当乐师，让天下人笑话？如果太后觉得我做的不好，将我赶出宫便是了。放肆！这宫里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来人呐！奴婢在。带他去净石路跪着，好好的给我反省反省。喂。那个不是莫愁乐师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姐姐，我们不是还要去你宫里看枝段吗？人家都这样了，你还不过去安慰安慰？哎呦，好烫啊！真可惜啊，本宫原以为莫愁乐师有多厉害呢，把大军迷得牵肠挂肚的，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听说这跪石子路的人都是太后看不下去的人，在这里跪着跪着，腿也废了，人也残了。乐师，你可要好好保重啊！谢娘娘提醒。哎呀，这天怎么说变就变呀？看着是要下雨了。走，田妹妹，我们回去。公主，你看你，乐师，你醒醒啊！乐师，好烫啊！乐师，你醒醒啊！乐师，乐师。大君，您快歇息一会儿吧。这天下的事，也不是一天就能解决了的。不过若像你这般想得开，就没那么累了。大君心里装的是天下，小奴心里只有大君一人，累的当然是大君。哦，对了，这2日莫愁乐师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他的宫廷礼仪习得如何？没练好？唉，这短短几日，要是能练好了，那也就奇怪了。
传布谷口谕，让王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。这礼仪嘛，有当然好，要是有些差池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南后娘娘那边，她怎么了？回禀大君，莫愁乐师因学习宫中礼仪生疏，被南后娘娘罚跪禁食录，听说还淋了大半天的雨。什么？这个王后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莫愁乐师在哪里？快带布谷去看看。大君，大君！不要，离去。离去。姨娘娘，哎，宫中礼仪还没学利索，你还受了寒，就不要拜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这是江离宫，你晕过去了。别动，我一会儿替你上药。多谢娘娘。刚刚你在梦里一直喊一个人的名字。是吗？乐师为什么不和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在一起呢？你要是不愿意说，就算了。我倒是挺羡慕你的，人活着总该有点盼头。有盼头又有何用？他已经有妻室，有妻室又怎样？大军不是有男后吗？可他一样还是纳了那么多嫔妃。那不一样。真正爱一个人，心里是容不下旁人的，多一个人都不行。你说呢，娘娘？我哪里知道，在这后宫，有心不如无心，有情不如无情，好活歹活，也就这样罢了。拜见大君。大君，哎，好好休息，不必拘礼。可曾好些？多谢大君关心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夏妾已经找人替乐师看过了，只是风寒较重。有劳英妃了。看你的气色也好了许多，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才是。谢大君。药。大君，奴婢自己来就行了。头还疼吗？大君，奴婢该死。只是大君身为一国之君，如此对待一个乐师，是否有失于礼法？你好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布谷以后再来看你。恭送大君。这莫愁乐师也太不像话了！大君好意去看他，他竟如此不知好歹。布谷都不生气，你生什么气？那些千依百顺的女子，布谷见得多了，像这般刚烈的，倒是别有一番味道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这么对大君说话。康康真是为你捏把汗。老奴倒是觉得，
要恭喜乐师了。你想啊，大军能专程来看一个乐师不说，刚才乐师这么对待大军，大军都没有发怒。如果换成旁人，还不知会招来什么样的祸患呢。我倒希望他惩罚我，最好将我赶出宫。我明白你心里的苦。当年我被送到楚国，也不是我心中所愿。可是既已身在楚国，还是尽力保全自己为上。以后你倒可以多来这江离宫。江离宫这么大，只有我、余娘和晴儿，也怪冷清的。多谢娘娘。晴儿，晴儿，晴儿要乖，别乱跑。公主啊，这是心病。乖，别乱跑，要乖乖的哦。真要让莫愁跪那么久，我倒有点于心不忍。娘娘，那是你心眼好。若是正妃他们抓到这个把柄，还不知道怎么害人呢。又在背后嚼舌根子，若嫌舌头长，本宫可帮你割去2件。娘娘，你舍得吗？奴婢啊，也就敢在你面前这么说。大军驾到！妾身拜见大军。起来吧。大军前来，何不派人通报一声，妾身也好前去迎接，才不失了礼数。在你看来，这礼数就那般重要？那是当然。天下之大，若无礼数，岂不乱了套了？礼有大小，仪有多寡。布谷倒认为，只要无伤大雅，那些无用之礼，能免则免。大军可是为了妾身处罚莫愁乐师的事而来？布谷今日前来，是专程来探望王后的。按说尊卑有别，应该是王后去探望布谷才是。若事事都按礼数来，恐怕日后布谷就再也不能到这如惠宫来探望王后了。大军教训的是，妾身也只是稍作惩戒，这会儿正想要去探望莫愁乐师呢。你能这么想的是最好。你身为后宫之主，要施以规矩。不过，布谷更希望看到的是后宫和睦。妾身明白。好了，布谷该去上朝了。妾身恭送大军。看来，本宫真是小瞧那个莹妃了。本以为她因为孩子的事情会迷了心智，没想到她如此能揣测大军的心思。通过那个狐狸乐师投其所好，曲折妖宠，也算是难为她了。那又如何？他终究不过是个失宠的秦人，怎能与娘娘您相比？更何况您还有紫兰公子，若是紫兰公子能当上太子，那娘娘便就有享不尽的后福了。对了，兰儿呢？许是宫女带着出去了。
走，我们去看看兰儿最近的诗念得怎么样了。喂，本公子抓了啊！抓了啊！嘿嘿，抓了呀！抓了呀！这一点，抓了呀！抓住一个！喂，来抓我！你们又造反呢！娘，母妃，兰儿，给我回去！小乔，把公子的课业呈上来。这就是你的课业？文章如此潦草，还有心思玩？你现在给我背一遍《礼记·谈公篇》。公宜仲子之丧，谈公免焉。仲子舍其孙，而立其子。谈公曰：“何居？我谓之前闻也。屈而就子服，伯子于门右，曰，我不背了。平日里你根本不管我，现在你兴致一来，便让我背这背那的，我就不背。你胡说什么？平日里谁不管你啊？你自己今日贪玩被我逮个正着，还反咬一口。屈左图说了，做事要一张一弛。我读书的时候你没看到，就看到我玩的时候，便一口咬定我只贪玩。你不仅如此，你今天还不为缘由的把我的宫女都骂了一顿，太让我心寒了。你那些宫女不检点，我打骂他们还算是轻的。今日之事如果再出现，我把他们全部赶出宫去，一个不剩。你若敢赶走一个，我便再也不学了。娘娘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看来是得找个人好好调教调教他了。谁管得了公子啊？他的先生屈原，不是现在正得势吗？娘娘，您可是后宫之主，凭什么屈尊来看一个小小的乐师？往后又如何？后宫的尊卑，可不是看着你头上品衔的大小，而是要看你在大军心里轻重。不知王后娘娘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娘娘恕罪。无妨，本宫只是恰巧路过，来看看莫愁姑娘的病如何了。回禀娘娘，莫愁姑娘身体已无大碍，只是她正陪着公主在外面散步，不再降离宫内。哦，那着实不巧了。也罢，本宫就来日再看望莹妹妹和莫愁姑娘。秋露，我们走吧。恭送娘娘。娘娘，您说这莫愁乐师为何跟一个不得宠的莹娘娘走得这么近啊？依本宫看，应该问问为何清心寡欲的莹妃要与一个正得宠的乐师走得这么近呢？走吧。想不到这个宫里面有这么美的地方。莹姐姐，其实作为楚人，莫愁对秦人一直恨之入骨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看见你，我都觉得亲切万分。什么秦啊楚啊，
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只不过是深宫里的一个卑微女子，每日求得一箪食，一瓢饮，挨一天算一天，这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。或许你应该离开这儿。根本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你没有尝试过，怎么知道不可能？妹妹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心里充满了幻想，我真的很羡慕你。家主，丈娘娘到了。快去请。喂。拜见娘娘。先生，先生这些礼就免了。先生不愧是天下第一诗人，看到花也是诗，闻到香也是诗。我以为先生只是看见美人才会写诗呢。先生养的兰花真美。此兰公子也是爱兰之人。这孩子与兰颇有些渊源，取名兰儿，自小也喜欢兰。兰花高洁，爱兰之人当性比兰花。你看这孩子，越大越不好管教了。我现在管教他，真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所以还请先生好好管教才是。先生，那边可是你的书房？是，娘娘。不知能否带我进去看一下？啊，娘娘请。娘娘，此乃冬日兰花落英冲泡，请娘娘品鉴。先生不在花开的最艳的时候拿它泡茶，可见先生真是爱兰之人。兰花有情，落英成泥，为的是让花开得更艳。如此说来，先生也是有情有义之人。屈原又怎配与兰花相比？在本宫看来，兰花可远远不如先生。先生有爱兰之情，护花之情，可这兰花，它再怎么有情，都写不出先生的一首好诗。若是我兰儿有先生这样的才华，本宫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娘娘盛赞，屈原不胜惶恐。这是先生的新诗。正是。千汀舟兮渡若，将以未兮远者。时不可兮骤得，聊逍遥兮容也。娘娘，这首诗笔臣还未写完。先生，你这写的可是一位绝色女子？不过是屈原幻梦中的女子罢了。是吗？幻梦中的女子，竟然让先生
如此魂牵梦萦。你是谁啊？在干嘛呢？这是紫兰公子，还不行礼？紫兰公子，你不在宫里待着，跑这儿来干嘛？我找我先生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慢点跑，别摔着！公子不要跑啊！不是都说诗发乎情吗？这诗里的先生如此多情，怎么这诗外的先生看上去又似乎有点不解风情呢？娘娘，诗人有情不假，只是这诗中之情，当真是真，当假是假。而这诗外之情呢，又岂是诗中之情所能包容得了的？若果真如此的话，这天下会写几首诗的人，那岂不都成了滥情之人？屈先生号称是楚国第1大诗人，没想到竟然如此不懂得女人的心思，真是徒有虚名罢了。先生，你何必如此拘谨？你有如此的容貌和这绝世的才华，就算有女子为你动心，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娘娘，紫兰公子的课业，臣定当认真教导。娘娘若是没有别的事，请赶紧回宫吧。哎，慕妃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让我找的好辛苦。公子，屈先生，你的这首《湘夫人》，本宫很喜欢，写的情真意切。本宫请你再写一幅，留给兰儿好好学习，让兰儿也学习一下先生的诗情。娘娘若是真心喜欢，鄙臣送给娘娘也无妨。兰儿，你以后要常来屈先生这里。都说屈先生品学兼高，你不但要跟先生学习他的才华，还要学习先生为人的品行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先生，鄙臣遵命。那兰儿就拜托了。拜见娘娘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喂，本宫是谁？你还记得吗？您是紫兰公子的母亲，宫中的娘娘。我不是指这个。你我曾经有一面之缘，不知你还记得否？
大军曾命末将发兵伐秦，如今士气高涨，敢问大军何时发兵？屈将军，战事准备的如何？我军近日征得了不少新兵，现在正日夜加紧操练，是要向秦国讨回血债。敢问屈将军，你征的是什么兵？陈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据我所知，屈家军新征的士兵，无非都是些老弱病残，几乎已无青壮男子。这样的军士如何上得了战场？大军，臣今日冒死谏言，不可攻秦呐！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陈大人，你说不攻秦，你问问，有多少将士在这场大战中战死？又有多少曾站在这朝堂上的将军，如今却埋骨沙场？如何能说得出这番话来？赵公啊，8万将士战死沙场，臣当然痛心疾首。痛心疾首？哼！你一个秦人，又怎会懂我楚国之痛？陈大人，满门屈氏为楚国肝脑涂地，如今尸骨未寒，不伐秦，你问屈家同意吗？大军，楚国新败，当务之急应该厉兵秣马，休养生息，而不是被仇恨冲昏头，以疲惫之势盲目攻秦。如今郢都的百姓怨声四起，如果贸然攻秦，恐怕会凶多吉少啊！大军有所不知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，加强军事激励，擢升了一批精勇之士。楚国非败于秦兵，实乃败于秦制也。当务之急，应当厉行变法，奖励耕战，养精蓄锐啊！秦人毕竟是秦人，当然处处为秦国说话。你，哼！陈轸，你来楚国多少年了？回大军，快10年了。这些年，布谷礼贤克卿，奉为上宾，布谷待你不薄吧？大军待鄙臣恩重如山。布谷如此待你，就是希望你为楚国献谋献计，为布谷修开明之治。但是没想到，到头来你还是要为秦国说话。大军，布谷要你何用啊？大军在朝堂之上，又有了什么烦心之事吗？爱妃对伐秦一事有什么看法？伐秦之事重大，下妾不懂军政要务，不知道此战中的利弊关系，不敢妄言。秦楚乃姻亲之国，但是秦贼却屡犯我国威，如今又灭我8万将士，此仇不报，难平众怒。布谷如何做着国君呢？那大军的意思是伐秦？谁不想伐秦啊？可如今的楚国输不起啊！这秦声，大军，这里离月宫不远了。这莫愁姑娘的琴声，果然如同天籁，难怪大军会如此喜欢。不过依下妾看，这莫愁姑娘并非一般的女子，大军若想俘获芳心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那该怎么办？女人的心思，女人最懂。你有办法？
莫愁拜见娘娘。乐师无需多礼，本宫恰好经过这里，听到乐师的琴声，就过来看看乐师。刚才乐师弹奏的可是菊颂？正是。自本宫进宫以来，多次听乐师弹奏起菊颂，可是屈大人这首菊颂本应满是欢喜，怎么听乐师弹奏起来却甚是悲凉呢？写诗的人有写诗人的快意，唱诗人有唱诗人的凄楚。凄楚？妹妹好歹是楚国人，本宫一个齐国弱小女子，独自漂泊在这异国，说起凄楚，你又让本宫情何以堪呢？奴家好不容易到你府上来一趟，你倒好，一脸不高兴。我是怕呀。在本宫那儿你怕，来你府上你也怕？我怕的不是这个，我是怕屈盖跟秦国打仗。如今害死屈伯庸的内幕，楚国还无人知晓。万一屈盖攻秦，张仪再摆我一道，哼，那老夫的项上人头岂不是不保了吗？给张仪送信的那是长田，现在长田已经死了，就算张仪动什么念头，也要有人证物证，不是？这倒是。更何况，你跟张仪本来就是一个道上的人呢。哼，胡说。张仪他想要的是和氏璧，你要的是大军的女人。虽然你们两个要的不一样，但都是大军心爱的宝贝。你还说你们俩不是一个道上的人？你还真说得出口。好了，你别担心事情会抖了出来。就算那个屈盖知道真相，上次可以让屈伯庸消失，这次就不能让屈盖消失吗？娘娘请用。本宫并无异于这深宫，但是齐王为了要和楚国交好，硬把本宫送到这楚地。如今我也只能心中暗自思念爹娘。起码娘娘的爹娘还健在，可是莫愁的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去了。想不到乐师的遭遇也如此之苦。唉，不过现在好了，你如今已经来到楚宫，若是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大军的宠爱，你也就苦尽甘来了。娘娘这是何意？莫非乐师不知道大军对你的喜爱？那是大军的事情。乐师是性情爽朗之人，你心中的苦楚本宫懂，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亡命难违啊。娘娘，你我二人不正同是这天涯沦落之人吗？不如旁若无人的时候，私底下你唤本宫一声姐姐，本宫也唤你一声妹妹，你看如何？那既然如此，莫愁
拜见姐姐。妹妹快请起。这个莫愁，我还以为是多厉害的角色呢，娘娘轻松几句话就把他骗得云山雾绕的。你怎么知道本宫是在骗他呢？屈大司马为保楚国河山，一生南征北战，为的是楚国的太平。而如今，你们却为了复仇，而置楚国700年的基业于不顾。哼！名为报国，实为误国害国。楚若对秦开战，正是以楚国疲弱之势对抗秦国虎狼之徒，以厌战之兵对抗嗜血之众。如此对战，楚国何以取胜啊？大人，如今朝堂之上尽是攻秦之声，陈大人你却在大军面前力荐阻止攻秦，岂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吗？屈家并无攻秦之胜算，却决意攻秦，这岂不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吗？陈大人，攻秦之时，大军自会理断。糊涂啊！一群糊涂虫！大军最近一直想为屈大司马报仇，如今也是时候了。屈大司马被杀，如此国耻，怎能不报？恐怕赵大人于公于私都不能坐视不理吧？只怕仇没有报，又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啊！参见大军！秦人占我楚国土地，该不该杀？杀！秦人杀我楚国兄弟，该不该杀？杀！秦人侮辱我楚国女人，该不该杀？今日丞相满面春风，想必有喜事吧？请大王饮下这杯再说。好。田姬送来密报，楚国正准备伐秦。什么？大王之前还想乘胜追击，楚国宣战，不是正合大王心意吗？丞相，你之前不是说现在不能开战吗？
臣之前不同意，是因为秦军伐楚，劳师远征，一则粮草运行太远，二则军心容易衰落。现如今形势这么小小一变，就完全不一样。楚军伐秦，劳师远征的是他们，率疲惫之师打我有备之强秦。熊怀这是自找死路。不仅如此，于内，楚国西边的巴蜀和东边的越国必定趁机作乱。如果赵、魏、韩三国再挥师南下的话，楚国亡矣。对，丞相，你所言极是。臣只盼着楚国能早日出兵。哦，臣不怕楚军之快，唯怕楚军之慢。慢则有思，思则有道。万一熊怀回过神来，联齐抗秦，形势就对我大秦不利呀。丞相所说确有道理。如果齐国和楚国真联起手来，确实是个大麻烦。齐王田辟疆这个人好大喜功，贪图享乐，别说辟疆了，守疆他都困难。大王不必多虑，彼臣自会派人去齐国打探虚实，请大王放心。好，那就有劳丞相了。楚国要攻打秦国，好啊，太好了！田姬这个消息来的正是时候。是啊，秦楚为战，咱们正好可以趁此时机。对，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平定燕国啊！苏秦的意思是，如今正是我们齐楚联盟共同伐秦的好机会。伐秦？又是伐秦？刚才你在殿外的时候，寡人就担心你又要说什么合纵大计。寡人就不明白了，苏秦啊苏秦，你这脑袋瓜子里除了伐秦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苏秦愚钝，此生唯有一愿：天下太平。寡人知道，可是就算把秦国灭了，这天下就能太平吗？只要灭了秦国，天下自然就太平了。就算是灭了秦国，那要是楚国、魏国再称雄，又该如何？谁欲称霸天下，我们就联合别国攻谁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岂不是要一直打下去？大王，今日秦国虎狼之师四处横行，再不抓住机会联合攻秦，只怕会错失良机啊！何况秦国自认张仪为相之后，已实力大增。我们若再坐视不理，等秦国灭了楚国以后，我们齐国只怕是要岌岌可危呀！爱卿，你言重了。就算是楚国被灭了，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联合韩、赵、魏、燕，一起攻打秦国呀。再说了，楚秦两国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。你可别忘了，前几年昭和不还派兵打过我们齐国吗？现在秦楚相争，二虎相斗，我们齐国跟着瞎掺和什么呀？啊？你要输了。先生，那可不一定。我再走一步，
你一定输。儿子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楚国的江山。你记住，楚国的江山都是先祖们用鲜血换来的。我们屈家一门世世代代为国尽忠。父亲希望你长大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对楚国有用之人。屈家并无攻秦之胜算，却决意攻秦。这岂不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吗？启禀大军，我大楚将士已准备完毕，请大军下令。秦国虎狼之师四处征伐，为祸天下。如今秦人掠我土地，杀我兄弟，犯我国威，此血海深仇，不得不报。你们都是我楚国的勇士，诛灭暴秦，还我楚国四方安宁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保家卫国，臣等万死不辞！万死不辞！平身。躯干听命。末将在。自今日起，由你担当大司马，统领三军，出兵伐秦。为。着左徒屈原为军师。去哪儿？大军，臣以为攻秦之事万万不可。臣为楚国长久之计，奏请大军暂缓伐秦。为何？大军，楚国刚大败于秦国，用兵者是也。秦得势而势长，楚失势而势衰，以颓势而攻盛世。敢问诸位，我楚国的胜算是多少？若再败于秦，我楚国的元气还剩下多少？荒口小儿，妄谈用兵，你懂什么？大军，兵者，国之大事也。一男从军，则一家劳力不足；十男从军，则10亩土地荒芜。劳力不足，则土地荒芜，国库亏虚。此事若再败于秦国，楚亡之日便不久矣。逆子，前怕狼后怕虎，能成什么大事？你有何颜面苟活于世？有何颜面见你的父母和兄长？敢问大军，楚国伐秦是为了赢，还是为了报仇？屈原恳请大军，莫要为屈原一家之仇，累及楚国万千百姓。难道我楚国8万将士就这么白白死了吗？难道你的父母兄长就这么白白死了吗？叔父，
你一生从军，应深知用兵者不打无准备之仗。曲爱卿，你今日力主不出兵，是在担心我楚国的兵马粮草不足？非也，此仗要胜，并非依靠兵力，而是其心。如今之事，并非攻秦之时，却是凝聚万民报国之心、众臣效君之心、天下伐秦之心的不遇良机。那看样子，你有良策？臣以为，欲胜秦，必联合天下各国共同讨伐。张仪辗转各国，四处献计，只为以连横而图天下。如今秦国已是天下公敌，唯有联合各国，齐心协力，以合纵而破连横。放眼今日，魏、韩、赵三国各个自危，巴蜀小国自顾不暇。齐燕两国虽位列七雄之内，但整日莺歌燕舞，不知大敌将至。按如今之势，秦国铁骑纷至沓来，天下诸国怕早晚都是秦国的囊中之物啊！屈左徒所言极是啊！如今之计，只有联合各国共御强秦。我楚国700年基业可保，楚国万里河山可长存。左徒所言有理啊，只是天下诸雄要联合，该从何联起？齐国。如果能联齐，当然是好事，只是如何取信于齐国？如今之事，秦国欲吞并天下，为自保，必合纵。屈左徒所言似乎不无道理，只是有谁愿担当使齐大任呢？大军，屈原身负家仇国恨，愿亲赴齐国，请大军成全。拿去。屈原使其求纵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你速速飞鸽传书给苏相。此次获得这么重要的情报，娘娘功不可没。来，屈青，此番联齐，你需要带多少人同往？1人。1人？何人有此能耐啊？请问大军，您最爱哪位公子？大军最喜爱的当然是本宫的兰儿了。没听说过世上有人只喜欢小儿子，不喜欢大儿子的。哼，布谷的公子，布谷都喜欢。既然郑娘娘说了，大军更喜欢紫兰公子，那鄙臣就带紫兰公子一同前往齐国。紫兰年幼，要是带他去，恐怕……大军带紫兰公子前往齐国，正显我楚国联齐之诚。这可万万使不得。紫兰年幼，
若是这次使旗被齐王扣下来做人质，那可怎么办？你刚才不是说大军最喜欢的就是紫兰公子吗？刚刚大军不是也说了吗？大军的公子，大军都喜欢。何况子恒公子本来就比兰儿年长，这次使旗之任，我看还是子恒公子去比较合适。大军，此次使旗正好可以考验一下紫兰公子是否能够担当重任。那就有劳屈大人这一路上好好照顾兰儿。兰儿这孩子一直都跟我唠叨着，想替父王做一些事情，正好这一次也是给大军分忧的机会。好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曲青，自从你教授莫愁乐师以来，他的性情大变，琴也越弹越好，也知道布谷喜欢听什么曲子了。大军，夏妾想听湘夫人。湘夫人？正是。这可是左徒大人特意送给本宫的一首诗啊，这个呀，还是沾了兰儿的光。莫愁乐师，左徒大人的湘夫人可能弹奏否？小乔，快去把左徒大人送给本宫的湘夫人取来。不必了。哦，你也听过这首诗？屈左徒的诗，这天下谁没听过呀？一字江西北渚，暮渺渺兮愁雨，袅袅兮。太后和我说了，王后和我说了，大军和我说了，现在你也来和我说了。我活在这个世上，不是为了训你。这个王国已经锁住了我的人，难道还要锁住我的心吗？气息细长，软有摘兮理有兰，此公子兮未敢言。问佳人兮朝。情真意切，情真意切呀。